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大姐早。你肚子怎么样？复原了吗？啊，以后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啦。晚上早餐准备了没有？我在做。有没有搞错？你煎蛋给妈的吃啊？油腻腻的，你是让妈的越吃越病啊？那我做半熟蛋给她好了。你不知道鸡蛋有很高胆固醇的，妈的有心脏病，不可以吃这些的。阿娇啊，算了。人家那么紧张，你就让人家好好的去孝顺喽。那个麻的不是亲生的吗？当然不紧张啦。我自己来煮。阿娇，不要管他，你过来。你呀，不要默默任他欺负，以后要敢再说你，你就大声顶回他，他就再也不敢了。没有关系啦，的确是我们冤枉了他嘛，也难怪他那么生气。大家早。哎，雅喜，你怎么多睡一会儿？我昨天晚上听到你整晚翻来覆去了，一定是睡不好了。睡醒醒的。你要看开点啊，身体要紧啊。我知道了。二嫂，我买牛奶给你喝，你喝一点点吧。哎呀，不能喝这些冷冰冰的东西，你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啊！人家说吃太多冰，还有这些生冷的东西，以后 baby 会有黑菇的。我帮你热一热吧。大姐，我自己来吧。我来，你先吃早餐，这是煎蛋刚煎好的。你有小孩要注意营养，等一下我煮些鱼片粥给你吃。不用了，大姐，我吃不下这么多东西。吃不下也要逼自己吃，肚子里的 baby 重要嘛。我煮给妈的吃，顺便煮给你吃而已嘛。哎，不要站在这里油腻腻的，你到外面去吧。那去。嘉倩姐，大姐还是很关心二嫂的哦。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啊？大哥。大哥，你怎么还不去开档啊？佳琪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哪里还有心情开档？你不可以这样的，佳琪的遗体明天才会运回来，大家在这里伤心也是没用，该做事的就应该做事，要不然反而会引起妈的怀疑的。去开档吧，今天是你做生意的第2天，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的。哎呀，没关系的啦，反正档口在那边也不会跑掉。不行，做生意怎么可以这样懒懒散散？佳琪临去阿富汗前说过，希望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摊位天天有人排队买娘惹糕，也不可以让他失望的。可是佳琪都不会回来了咯。不，佳琪会回来的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你怎么？我没事，我没有发烧。哎，你是不是想佳琪想到算了？大哥，你怎么这样讲雅喜？哎，他说佳琪要回来了，
哎，你是不是伤心伤到脑了？雅喜，你不要吓我。大姐，我没事。我只想告诉大哥，即使佳琪已经走了，我们都要当她还在我们身边一样。佳琪说过，希望大哥做生意成功。那大哥，你应该努力的去完成他的心愿啊！是啊，大哥，佳琪一拿就是几万块给你做生意，你不要让他失望啊，要不然真的走得不开心的。哎呀，你们不要紧张啦，反正档口有人帮我看吗？你不能老是靠美丽，那是你自己的生意。哎呀，不是美丽啦，是，哇，你怎么还在这里没有去开档啊？开档哦，卖牛奶柜啊？对啊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我不做了吗？啊，不做？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我不大适合那种工作啊。那第一，我不会招呼客人；第二，我对小贩中心那个环境还不大适应。我表会这样，你要做什么工作？哇，这样你不在，我不在，这样供应商送来的柜怎么办？美丽不在吗？美丽被大哥赶走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赶走美丽？你知道美丽为了你花了多少心思啊？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。哎呀，反正我不会靠他的啦，我现在就去开档。雅喜，别管他了，过来吃早餐吧，牛奶已经热了。大个人就是这样了，一点都不长进，烂泥不上墙。亏佳琪对他那么好，我看啊，真的是白费心思了。佳琪真的很希望能帮到大哥的。我知道，佳琪对大哥好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看大哥输在马场的钱，有一半啊是跟佳琪借的。大哥啊，幸亏有佳琪这个弟弟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雅喜，昨晚我梦到佳琪啊。我梦到佳琪回家了，我握着她的手问她：“佳琪，你怎么样了？”她说：“大姐，我很好，你放心。不过啊，我要走了，时间不多了。”我看着她，全身光灿灿的，我想她以前帮过那么多人，又做过那么多好事，一定是升天堂了。我就说：“佳琪啊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的？”她说：“大姐，大姐，我欠你的一定会还给你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哪有欠我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大姐有啊，我欠你呀。”这样我就醒过来了，才发现啊是做梦啊。佳琪欠你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醒来后我想来想去，到底为什么佳琪要这样说？如果说佳琪真的欠我，那也许就是一点姐弟情吧。以前他上课下课都是我去接他的，后来他念大学，快乐鱼的生意不太好。马德撑得很辛苦，赚的钱啊都给发德去还债了。偏偏佳琪读的是医科，又很花钱。那时候我跟学制的环境还不错，就多少帮他一点。唉，其实也不多啦，每3个月几千块钱，6、7年下来就是10多万咯。唉，这也是我这个做姐姐应该做的，还说什么欠啊，真是的。哎呀，跟你说的，忘了给马德拿早餐进去了。哎，你慢慢吃啊。先点到为止，不能太急。等佳琪丧事办完后，再跟他要钱不迟。哎，马德，哎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我想到楼下去看一看呐。你老爸下去开店了没有？佳倩有没有去纳鱼啊？都去了。哎，马德，店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烦了，你身体不舒服就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已经忙了一辈子了，才休息2、3天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真的是劳碌命啊！是啊，我真的是劳碌命，一天都不能闲着。你阿公啊，把快乐鱼交给我。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呀，我都要看着。说一句难听的吧，就算死，我都希望死在店里。哎呀，抖龙你了，马德，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啦。
那我煮了些粥给你吃，你吃了之后乖乖躺下来休息。店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啦。你不在，有法德在，佳倩在，等一下我也会去帮忙的，你担心什么？老实说啊，即使我们炸的鱼没有你那么有水准，顾客也吃不出吗？你说什么话呀？什么顾客吃不出来呀？你把顾客当什么呀？笨蛋呐！你有这样的态度，还想在外面开店呢？妈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那么认真的哈。外面那些卖吃的，有多少个是真材实料啊？还不是味精一把一把的下，吃完最好带一瓶水在身边，要不然保证渴死你呀！在外国有些人用头发拿来做酱油啊，那就是没有良心了。不管做哪一行，都要凭良心，要认真，要做到最好。这样啊，我们才问心无愧。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的，你要记住，要把顾客放在第一位，千万不能偷工减料。你说的都对，就是因为你那么严格，除了自己谁都不相信，整天担心人家把快乐鱼的招牌砸了，所以你看你一病倒啊，差点连店都开不了。这样下去啊，不是办法的。哦。我不说。对，你这句话说得很对，我就是不会随便信任别人。忽然间啊，我倒下去的话，真的是快乐鱼连个接手的人都没有啊！我都说过要帮你了，你都不肯。你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不行谁行啊？大哥啊，他呀。能把他的糕点摊位啊打理好，我已经就谢天谢地了。佳玉，他最怕进厨房，很难。佳倩啊，他的厨艺最好，可是我有私心，我担心呢，快乐鱼最后会落到他们母女手中。他们是应该提防的，那就没有其他人了。妈。今天气色好多了。哎呀，雅喜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来坐。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？你要多吃一点补的，这样对孩子啊，将来才会好啊。我知道了。佳喜刚才说，我应该为快乐鱼找一个接班人，我想想也对呀。我这个身体啊，真的是说走就走啊。妈，怎么说这么悲观呢？是啊，妈的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你不要那么认真啊，说不定你还比我长命哎。胡说，不是吗？我整天啊，这个看不顺眼，那个看不惯的，不是给人家打死啊，也许是自己爆血管呢。那好心你就改一改了。我有改啊，我今天早上还做早餐给雅喜吃啊。我知道做人啊，不能老是等人对你好，要让人家不讨厌你，就得先对别人好。你这么想啊就好了。真的，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，早一点做好准备啊也好。万一我真的忽然间走的话，快乐鱼就交给你们两个。妈，我不行的。你是阿公亲自点的。阿公的精神你也清楚啊。不，阿公有他的眼光，这一点我很相信。不过你有你的事业，我不想你把时间都耗在这个小店里，所以平时呢，店务佳喜管，你协助帮忙他。佳喜的性格冲动，做什么事情只有3分钟热。如果我把快乐业100%交给他，我真的是不放心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帮忙好好看着他。你呢，头脑冷静，又聪明又能干，读的书又多，我很相信你。再说你们两个的名字啊，都有一个喜字，把快乐鱼交给你们呢，也是一个好预兆。对哦，他是喜，我也喜，真的是双喜临门啊！把威廉叫回来吧，不要在外面另起什么炉灶。我好一点的话，我就把功夫交给你们。哦，
雅西啊，你还没有答应我啊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好好啊，现在把快乐鱼交给你们了，我真的是很安心。好，你们2个现在陪我到楼下去看看吧。啊，哎，妈的，你头发很乱，梳一梳吧。还有啊，粥冷了，吃了再下去啊。这样啊，好吧，你帮我梳一梳头发吧。来来来，你吃粥吧。哎呀，我都吃不下呀。趁热吃点吧。阿佳，啊，妈需要到店里看看，我跟大姐怎么劝也劝不住啊。那怎么办啊？今天根本就没有开店，如果大妈下去的话，那什么都忙不住了。家福呢？还在睡觉。你去把他叫醒，叫他当导演，到楼下去排场戏给妈看。哦。佳倩，妈说要到店里看看，你帮个忙，到厨房看着，因为妈只相信你一个人。是吗？我们就像平常一样，准备开店做生意。总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店里出了事。我真的不明白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瞒的？今天骗了他，明天他好了要亲自开店，那又怎么办啊？可是医生一再吩咐，妈不可以再受刺激了，所以能隐瞒多久就是多久。除了这样，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佳倩，你就看在你二哥的份上。好了，我去开店了。女人就是这样的啦，嘴巴说不理你，可是心里不懂多不舍得。说不定她已经来帮我开档了，而且东西已经卖到七七八八，也说不定哦。哇，真的没来开档啊？为什么？这次来真的啊？不来就不来咯，卖贵而已嘛，没有你会死啊！你是这里的摊主？是啊，有人投诉你这里很不卫生，有很多蟑螂蚂蚁。有咩？哪里有？大妈，马了，我会帮她穿啊。马德，你坐啊。佳倩呐，我没有亲自去选鱼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留新鲜的鱼给我们，把鱼拿来看看。佳倩，你听到吗？佳倩，鱼是昨天的，今天根本没去拿。怎么样？大姐，鱼是昨天的，妈一看就会穿帮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妈当然不是不相信你，你不要这么想。妈是信任你才会把厨房交给你的。妈，佳倩说鱼是她选的，肯定新鲜。哦，那就好，那不用看了。我是担心呐，那些鱼贩呐欺负佳倩呐。哎，今天煮什么汤啊？佳倩，今天煮什么汤？不知道。你是主厨，你不知道？啊，阿妈的，我看啊，我们今天就煮罗宋汤，还有蘑菇汤。佳倩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哎，老爸。啊？那你就准备吧。什么？准备煮汤啊。去。哦，酱料用的差不多了吧？佳倩，酱料怎么样？还剩一半。等我好一点再教你们吧。大妈，阿佳来拖地，地很滑的，
你跟二嫂一个生病，一个又有喜，一定要很当心呐。好了，巡视已经完毕了，请打道回府吧。在赶我们走了。来，上去吧。老板娘，你还敢回来？是你把快乐鱼啊！你害了快乐鱼秘方泄露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哎，是我叫他回来的。大姐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老板娘啊？现在大妈跟老爸都在，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？这是妈的意思啊！不相信你问妈的。是我叫威廉回来的。老板娘，我真的有愧于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把所有精神放在快乐鱼身上，以报答你对我的恩惠。我要是以后上厕所没有洗手的话，我一定会把手砍掉的。威廉嘛，你莫名其妙说什么上厕所没有洗手，这还用说嘛？是这样子的。我刚才跟他们说啊，以后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意识，因为现在啊，动不动就有SARS啊、禽流感啊，顾客越来越注重卫生，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。我建议以后在厨房工作要戴口罩、手套，还要打感冒预防针。注重卫生啊是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我顺便告诉大家一声，以后快乐鱼啊，嘉喜会过来帮忙看着。雅喜也会帮忙管理店务，这样啊，我忽然间病倒啊，或者时间到去见阿妈，大家就不会啊手忙脚乱了。妈的！嘉喜，恭喜你，你升做老板了。什么老板？我只是帮妈的忙而已嘛。马屁精！妈，上来休息吧，你到时间吃药了。好，以后啊。只要大家同心协力，一定要把快乐鱼搞好。这样啊，等假期从阿富汗回来啊，我看我们应该开个家庭会议，看是不是要把快乐鱼搞一个分店。这样啊，佳玉跟耀祖啊也可以过来帮忙了。上去吧。佳琪兄，希望你在天之灵得到安息。哥，阿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嘉倩说，他二哥出了意外。他曾经帮过我，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却很热心的帮我介绍医生，还帮我付了医药费，所以。我买了几束鲜花，表示我的心意。文杰啊，工人要问你厨房的事啊。妈，哎呀，我的好媳妇啊，家福呢？他在店里面。以后就好了，我们可以经常见面，你也可以常常来看看你哥哥。我接下来会在这里做工。对，文杰是我们店里的大厨。哥，泽瑞听你说过啊？嘉倩姑姑说，暂时不要说出去。阿娇不是外人，没有关系。不过我的好媳妇啊，这件事啊，不要告诉那个臭女人，还有她的那个孩子知道。妈，姑姑的店装修好后，是不是还卖烤面包啊？不是啊，是卖炸鱼啊。你们怎么站在这里说话？万一有人出来，不是什么事情都穿了吗？对呀，我们进去说，进去。来，进来。谢谢你们，去喝杯茶。好，可以。阿娇啊。到时候这里会和快乐鱼一样卖炸鱼，而且是正宗的快乐鱼。正宗的快乐鱼？你哥到时候啊会负责炸鱼啊。对呀，文杰现在的功夫啊，即使是那个臭女人，她也会吓一跳。我们炸的鱼啊，一点都不比他们差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炸鱼的？
是我教他的。阿娇啊，你迟早是我们的一份子，我不怕让你知道。其实快乐鱼的那些功夫啊，我全都学会了。可是我听家福说过，快乐鱼的祖传酱料，除了大妈以外，没人知道了。佳倩就学会了。佳倩姐，我们最终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取代快乐鱼。对，所以你也要把家福拉过来，告诉他现在是自立门户的时候了，再也不用看那个臭女人的脸色。现在快乐鱼发生了食物中毒，谁还敢上门去呢？趁着他们现在不能营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张，到时候看他们死不死。佳倩姐，我觉得这样不对啊。有什么不对啊？大妈身体不好，2个月走了，这个时候是快乐鱼最无助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忍心再打击他啊？那有什么问题吗？舅舅说的对，攻其不备才能够大获全胜。那间店跟那个家是没有前途了。阿娇啊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他说要把快乐鱼交给谁啊？大姐跟2嫂哦。是了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把快乐鱼交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罗家喜，还有连1块鱼也炸不好的司徒雅喜，到时候开分店还要给他的2女儿跟2女婿，他什么时候替我还有家福还有你想过了？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的份啊？那有什么稀奇呀？这根本就是预料中的事情。孩子不是他生的，再厉害再本事又有什么用呢？是咯，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才叫我暂时顶替一下，然后把我踢开。这个伎俩我早就看透了。他们厉害，我们也不笨。等我们的新快乐鱼一开张的时候呢，一定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到时啊，我要看看是罗家喜还有司徒雅喜厉害，还是我们厉害。老板买贵，老板啊买贵啊！大哥，做生意了，你是不是要把投资那几万块钱亏掉啊？大哥，你醒醒啊！大哥，醒醒啊！大哥，姐姐，哎，收档了啊？是啊，生意好，卖完了。惨了啦！我的柜还剩这么多，刚才又被欧攻，要是这样下去哦，我真的会亏死嘞！叫我怎样对得起佳琪啊？哎呀，弟，哦 ，sorry 啊，美丽小姐要不要买柜？买1送1嘞？不要了，谢谢。哇，买1送1倒贴给你都不要啊？神经病嘞！哇！如果有美丽帮忙就好了啦，有她在哦，这些柜早就卖完了嘞。不然打给她咯，我看今天她应该会接我的电话嘞。哎哇，这样绝情啊！哎，她是我的福星嘞，如果她真的走掉哦，这样我的好运气还会不会有啊？喂，妈的！呸！哇，真的很衰嘞！刚才中3万，柜又卖不完，现在又……难道我的衰运就开始啊？哎，不要嘞！哎，倒龙哦！哎，美丽，你不要走嘞！爹，我回来了！哇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佳玉，马德让他回来的。怎么可能？哈，他当成人的内应，马德还让他进来？喂，他下毒害快乐鱼啊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我承认我上厕所没有洗手，但是下毒做内应，我绝对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佳玉，请你不要冤枉我。哇，你讲得很堂皇哦。啊，算了。哈？喂，爹，你到底有没有听错？他到底有没有做人家内应啊？你连我都不相信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可是你刚才看到他的样子吗？讲得理直气壮，好像是我们冤枉他。所以说嘛，这种人才阴险啊！哎，先别说这个，今天你忘了给我吃午餐的钱了，我肚子饿得要命啊！啊，sorry，哎，那，我拿了一包饭给你。你特地买回来给我的？不是，刚才在拍外景的时候，我顺手拿一包回来的。啊，你偷的？
喂，什么偷那么难听？我是看到很多包没有人拿，我就拿一包回来咯。哎，对了，佳琪的遗体什么时候运回来？本来说是今天啦，不过刚才雅琪接了电话，说今天的班机取消了，所以改成应该是后天或者大后天才能运到。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有没有搞错的？就是嘛，刚才雅琪还急得哭了，说自己要亲自飞过去办理佳琪的后事。喂，雅琪现在这个样子，肚子里又有 baby， 千万不可以让她飞的。而且那种地方只怕去一个少一个回来。哎，我们死都不要让她去啊！就是嘛，不过我们劝了她，已经没事了。大姐刚刚拉她出去吃饭。大姐怎么突然间对她那么好？接下来他们两个合作打理快乐鱼啊。哇，妈的，是不是冰到头脑发昏了，把快乐鱼交给大姐管啊？大姐那种脾气，哪里会管得了快乐鱼？所以才叫雅喜帮她忙啊。哎呀，人家雅喜有她自己的事业，而且雅喜又年轻又漂亮，迟早会改嫁的嘛。说到底，麻的还是大小眼，把快乐鱼留给大姐管。哎，不过我妈的也说过了，将来快乐鱼开分店的时候，也会叫我们进去帮忙的啊。哎呀，你说会有这种机会吗？大姐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绝对不会让我们有机会插手管的。说的也是啊，有钱她肯定自己先赚，怎么会留给我们啊？所以我说我们要赶快找本钱，另外找出路，不然迟早会给大姐踢走的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们讲的那件事办好了吗？办妥了，你看看。二姐，今天我终于毕业，在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坐在台下为我拍手，当时我真的有一种冲动要拥着你，跟你说声谢谢。这些年来，要不是你在经济上不断的支持我，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。将来我一定会加倍的回报。哎，还有，你看这个，像不像佳琪的字体啊？哇，真的很像嘞，迪尔。哇，very good 啊，你办得很好。那几时要跟雅喜说啊？当然是办完佳琪的丧事再说了哈。佳琪，你一定要原谅二姐，二姐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也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的哈。你就想想，当时二姐的好日子在的时候，每次红包都包1-2000块钱给你。二姐这次要不是有难，也不会这样求你帮忙，你就当然帮我回一次 ，OK？ 佳琪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请问雅喜在吗？他不是以前追过雅喜的吗？我知道啊，是要来干嘛？你要找雅喜是吧？他出去了。请问你是？我是雅喜的朋友，我曾经来过这里，可能你们已经忘了。我记得你啊。他以前追过雅喜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Sorry。你找雅喜有事吗？我听说他现任不幸去世了，所以特地来表示慰问。你有心了，我们会帮你转告他的。那现在家里有丧事，不方便招呼你，你请吧。不过我真的有事要找雅喜。哎呀，雅喜现在很难过，他又不在，你走吧，哈。这边。雅喜 ，I feel so sorry。哇。你讲的话很灵，那么快就有人追上门了。好心你不要再说了，雅喜啊，刚才为佳琪的遗体不能运回来的事情，伤心的要命啊！你不要再说话刺激他了。William， 厨房弄得怎么样？喂，迪尔，我有没有听错？那些话明明是昨天晚上他说的吗？他现在把它拿来教训我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啊？如果雅喜改嫁，这件快乐鱼就是他的。现在有人质疑雅喜啊，他当然开心了。那完了，怪不得哇，他的态度改变得那么快啊。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后，马上通过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公司做了安排。罗医生的遗体，明天下午就可以运回国了。谢谢你，子斌，一切的费用我会负责。别傻了，大家这么熟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，你憔悴了。
我还好。罗医生的事就交给我办吧，你好好休息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谢谢你。记得一定要坚强。姑姑，姑丈，佳琪运回来了没有？大姐夫和二姐他们去机场接她了，说是4点的飞机，我看应该到了吧。那是不是直接送到殡仪馆去？雅喜呢？是不是也去机场了？她本来是要去的，可是要出门的时候又吐了好几次，所以大家都不让她去了。怀孕是这样的嘛？哎，这个雅喜啊也真可怜，才刚刚怀孕，佳琪就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她人呢？她要去厕所吐了。那我们去看看她吧。佳琪，姑姑，姑丈，雅喜呢？喏。姑姑，姑丈，怎么样了？老是觉得恶心。怀第一胎就是辛苦一点的啦，喝点温水吧。雅喜啊，看开一点。哎，这是命，是注定的。是啊，真的要看开一点了。怎么样？你吃了吗？他哪里吃得下？二嫂今天早上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哦。哎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样会搞坏身体的。哎，这里空气不流通，到外面去坐吧。我们劝过他了，可是你看他这个样子，怎么吃得下？今天还说要去机场接佳琪，我们怎么敢让他去？肚子才3个月大，是最不稳定的时候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佳琪呢？是啊，雅喜啊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照顾身体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你就看开一点吧。阿娇啊，有没有面线啊？煮一碗给他吃，你看他脸青唇白的。好，不用了，我真的吃不下。哎呀，你多少也吃一点吧，朵龙你啊。他不用开档吗？很早就回来了，说今天生意很好，一早就卖光。真的还是假的？谁知道啊？谁有空去管他的事情啊？那大嫂怎么样啊？今天还是昏昏沉沉的，好像比昨天情况还差。早上啊就说下去开店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劝他休息1天。那有没有在看医生啊？有啊，叫佳琪的医生朋友回来看过他，换了一些药给他吃，说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我看啊，他们是母子连心啊，这点你们不得不相信啊。佳琪走了，也连带影响到你妈。哎，对了，佳琪的事你们千万别让你妈知道啊！哪里敢？我们在她面前连悲伤一点都不敢啊。喂。哦，知道。家父打电话来说，佳琪的遗体已经送去殡仪馆了。雅喜，你要去哪里？是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见佳琪。哎，你身体要紧，别去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的。雅喜，我知道你心急想看佳琪，不过你的身子要紧啊。是啊，雅喜啊，万一去到那边伤心过度，动了胎气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还是留在家里吧。你们就让我去吧，求求你们，让我去见佳琪的最后一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哭弄得我也想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姑啊，就让他去吧，我会照顾他的。好，我就让你去，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啊，不要太伤心啊，要不然佳琪走了也不会安心的，知道吗？阿娇，阿娇，面线要煮好了。不要煮了，不要煮了，你陪他们去看佳琪吧，去啊。人家说。白发人不能送黑发人。我虽然不是很多白头发，不过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姑姑，也是长辈哦，我就不能去了。你们去吧哦。我们走了，好好照顾他哦。好。姑姑，等下你要叫醒大哥啊，叫他看着麻德，记得给麻德吃药。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。走了。嘉龙啊，嘉龙，
嘉龙，醒啊！嘉喜他们去看佳琪啦。为什么不要叫醒我？他们呢？你们全部都去了，谁照顾你妈啊？哎，佳琪如果我要给她念阿弥陀佛的嘞，师父讲要给她念佛，送她往生的。阿弥陀佛哪里都可以念的嘛，只要你心里想着那个人就行啦。还有啊，佳琪说你妈醒来的时候记得给她吃药啊。哦，好好看着你妈，我们走了啊。大嫂病倒了，佳琪走了，快乐鱼又发生了这种食物中毒的事，真的是祸不单行。你就再不要什么火上加油了，开什么正宗快乐鱼。现在要开不要开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为什么做不了主？店可是我们的。店虽然是我们的，可是这次啊，艾琳跟她弟弟也有股份的嘛，不是我说了算了。什么股份？他们出了多少钱？海生出了10万块。10万块？那钱呢？哎呀，总之人家有出钱就是了啦。钱在哪里？他帮我拿去中国投资产业啦。投资中国产业？完了，肯定是一个骗局来的。是啦，他每次做什么你都说是骗局。上回他说要帮我投资，你也说是骗局，后来去转一转，还不是帮我赚了几万块？那肯定是你妒忌他比你有本事，处处对我好，所以在他背后重伤他喽。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，你是听不进耳的。总之呢，如果你们敢开什么正宗快乐鱼的话，我就放一把火把它烧掉。你敢？店是我的，我怎么不敢？我跟你说，你敢这么做的话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变成这样，难道你要搞到六亲不认你才甘心吗？啊？刘董，这些工人的手脚还蛮快的，才短短几天就把整间店给装修好了。那我们下个星期就可以开张营业了。啊？下个星期？对呀，招牌都做好了，等一会儿就有人送过来呀。会不会快了一点啊？当然要快啦！现在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，趁他们虚弱的时候，我们出击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是啊，海生还说把开张的日期要提前呢。可是什么？你有意见呢？老实说，我还想叫你们延迟开张呢。为什么？你们也知道，对面发生了很多事，一个病，一个死，又不能开店做生意。如果我们现在开张跟他们打对台，那就……原来是你心肠软呐！呀，我不是心肠软，我是怕被人家说啊。说什么？做生意嘛，讲究是公平竞争，看谁做得好。就好像当年我在8座的时候，客人都要指定我坐台，谁眼红我呢？我不是叫他买眼药水去滴了，还管他去死！大姐，当年这种事情不要再提了。哎，我是要告诉开营，不要理会人家放什么屁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钱赚。可是我们毕竟是亲戚嘛，亲戚又怎么样啊？我还跟你大哥睡过觉嘞。开营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妈起来啊？不是啦，我刚才过去一趟，我看他们蛮可怜的。哼，那是报应。当年我被赶出来的时候，难不成我不可怜吗？做生意呢是要讲究心狠手辣，你现在店还没开了，你就心软了，那怎么做下去呢？对面那个女人赚了这么多的钱，她有没有分给你这个小姑一点呢？当然没有啦。那就是啦，他们赚了钱就代代平安，那你还同情他们干什么？难不成等他们恢复了元气来打败我们呢？那是你亏损的钱，是不是他们有办法来填补你呢？露露，你的心理我了解。不过如果我们不趁他们最虚弱的时候开张，那就会错失良机。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，大家公平竞争，适者生存，谁也没有对不起谁。如果你现在手软，到时候你就会任由他们宰割，没有人会同情你的。说的也是哈，他们开他们的，我们开我们的，反正井水不犯河水嘛。海生，就照你的意思啊，你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张。这一次他们还不死，
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。